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资深媒体人谢寒冰冰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德州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翁老师。作文好，观众好。退役少将厉正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呢国际聚焦当然还是美伊的冲突。那当然，这个美伊冲突现在最新的进展是呢，俄罗斯也跟伊朗联手了。普京就跟伊朗总统通电话之后呢，双方有商定了一些管道要保持联系。那普京呢也重申俄罗斯的原则立场，就是包含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回归政治外交的解决轨道。另外，俄罗斯呢也震撼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这些都有保持密切的沟通。那外媒也提到说，俄罗斯现在也向伊朗就是要提供一些援助，像是定位的情报这些就可以帮助他们锁定攻击中东美军。因为现在这个冲突已经牵涉到了美国主要的核武竞争对手之一了，所以呢，这些具体的程度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清楚，但看起来呢，这个俄罗斯跟伊朗的合作态势呢也是蛮明显的。那白宫方面呢，就提到说，不管是不是真的有要提供情报给伊朗，这对他们来讲也不重要，也不会对战局造成任何的改变。那最新伊朗也有发动一些攻势了，包含像是呢，他们向以色列就发射了5轮的弹道飞弹，以色列军方说有被拦截下来，那警报也已经解除，没有人员的伤亡。伊朗呢却持续的在启动这个所谓叫做真实承诺4的军事行动，这已经来到第24轮了。那这一次的目标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上呢，就是他们发射了飞弹当然呢，这个行动是在7号当地时间7号凌晨所发动的。那这个在发动的目标呢是在特拉维夫所以大家也很担心说呢，会不会造成一些民用的设施等等呢受到影响不过目前为止我们看起来呢，这个以色列方面呢说呢，这个3枚飞弹有被命中预定目标，后续有最新情形当然持续来为大家更新。不过现在白宫呢就说，美国不担心因为呢我们是正在稳步的控制伊朗领空，这是白宫新闻秘书就提到说呢，预计可以实现目标，时间点就在4到6周之内就能够完成。只是随着这个局势的发展我们就看到有一段很有趣的画面这是一个祈福现场，而且你看这个地点呢就在白宫有一群人呢，大家就围绕在川普呢旁边，那而且很多人呢把手搭在他的身上就和来自呢全美各地的这些牧师呢一同祈祷是口中振振有词。那这个祈祷呢，当然也是说呢，要为川普之外，也同时是为美军祈祷。虽然你看起来这个白宫呢都不断的强调说，我们现在是有掌握的，而且呢这个战争4到6个月就会有一个结果，就可以达成美国的目标了。可是真的如此吗？因为看起来现在这个川普当然还是有一些担心而且你看从川普的言谈当中也可以明显感觉到因为他非常的着急，他就说美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确保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我们也希望伊朗不要再拥有弹道飞弹了。可是呢，他现在就再度威胁，他说伊朗一定要无条件的投降，我们不会跟他签任何的协议。你既然说没有时间限制，那却突然又要说叫伊朗赶快的投降吗？这代表什么呢？大西洋月刊就说，其实呢也凸显了美国军事能力上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弱势因为呢，尽管说他们还是具有军事技术的一个优势，可是伊朗随后展开这些报复行动其实对美军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尤其是他们使用了低成本的无人机也多次突破防御，甚至造成真的有美军士兵因此死亡。可是呢，美国不是一直夸下海口吗？说我们会持续的打下去，我们有无限充足的后援。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美国的战争部长这个赫格塞斯呢就说完全没有弹药短缺的问题还强调说呢现在才刚开始啦，后面还有更快又加速的。可是呢，根据统计这个史诗怒火行动光是4天已经
$100亿就没了。那五角大厦呢，也是很赶紧要来筹钱，就是要补充弹药库存，所以不是火力库没了，这个银弹库呢，也可能有拉警报状况了。华府智库就是说呢，这样的行动啊，现在在4天内的成本呢，1天就要花掉$8.91亿，大概是280几亿的新台币所以你这样算下来，真的蛮惊人的。那美军呢，他们转向呢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要使用一些成本比较低的弹药来应对伊朗的无人机啊这些那就是要降低成本啦。那但是这些成本呢，主要还是取决于现在军事行动到底有没有强度，以及呢伊朗的反击是不是真的有效性呢？所以看起来无限弹药，但是呢却似乎也还是要忙着筹钱啊。好，我们先请教李将军怎么看说现在这个俄伊联手啊，美国这些好像正反，是不是也有点虚张声势的味道？川普现在真的是需要一场的祷告来这个帮助他这场战争能够结束。因为我认为就美国立场来讲的话，很明显的这场战争川普已经失控了，已经控制不了，已经超乎他的预期。我们从几件事情看得出来，川普发动这场战争并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我们从军事角度来，从几个细节来看。第一个，我们前2天看到在科威特有美军有这个3架 F-15E 的战机在科威特被科威特的空军用 F-18击落，这代表什么意义呢？其实后面代表的意义是，美军在开战之前并没有跟周边的国家做好所有的作战协调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建立指挥管制的手段，那他就贸然开战，所以也因此他的飞机经过科威特上空的时候，才会被科威特这个误击3架。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几个军事动作，包括到美军准备要这个再增派1艘航母战斗群，就是所谓布希号要增派到这个中东地区去。那另外来讲的话，美军的空降第82空降师也现在传出说停止休假准备要动员。另外昨天有说美军想要这个利用库德族发动地面作战，这种种显示代表的是说，这个川普打这场仗一开始他没有预期到伊朗的抵抗会这么激烈，然后他只能说是逐次的加码。先是这个刚开始原来说4天，后来说4周不足，原来以为海空军就够了，就可以让这个伊朗屈服，结果伊朗没有屈服之下，他必须要动用地面部队。所以从这几个动作里面，我们看出来川普并没有为这场仗开战之前他没有做好准备。当然最严重的是弹药不足。你要打仗之前，你应该说计算好，说这个情报收集这个伊朗到底有多少个我要攻击的目标，每一个目标我要用什么样的弹药，是要用这个战斧型巡弋导弹，还是用以色列的空军这个精准导弹去轰炸，你应该都分配好。那你也应该计算出所有弹药的数量，都应该算好以后你才能开战。那为什么打到现在已经1个礼拜了，你才发现说弹药不够，这时候开始生产弹药？如果那时候不够的话，你就应该要加紧生产。那我认为我将这场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你可以形容成是2个拳击手在擂台上面这个比赛。那我相信伊朗这时候也被打得很惨，大概鼻青脸肿了，可是他就是不屈服，他就是不倒下去。川普认为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这个教练应该丢出白毛巾要代表投降，不能再打了，你再打下去你就一定会这个人命损伤。可是我们看到伊朗这时候，他不但不屈服，他已经被打趴在地上，他还爬起来继续跟你在做这个殊死的决斗。所以我认为这场战争，这个如果以克劳塞维斯西方兵圣所讲的一句话战争最终的目的在屈服敌人的战斗意志。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川普虽然说用了这种九牛之力想要将伊朗的战斗意志给他屈服掉，然后逼迫他投降，逼迫他建立一个新的亲美的政权。但是我们看到伊朗到现在不敢说全国所有的团体，但最起码在革命卫队，在所谓的神权这个政权这一部分来讲的话，他们并没有要屈服的意志。那是不是因为哈梅内伊被这个斩首之后，更激发他们这种神权政权的一个同仇敌忾的心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伊朗的抵抗
似乎超出美军的强烈哈，那超出预期，所以说抵抗是非常。那后续来讲会怎么样发展？我觉得如果按照这种状况来研判的话，可能伊朗要抵抗多久，美军就必须要投入多久。那到底是说是不是正如这个川普自己所讲的，会打到9个月那么长？其实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因为确实你的战争已经是明摆就开始了嘛。但是问题现在到底要该怎么结束呢？来宾哥，现在虽然普丁讲话了，可是显然他并不打算做实质的介入，对，直接介入，他还是想要用外交斡旋的方式。那这个对战局应该就不会产生什么很直接的影响。那至于他到底有没有提供一些相关的定位数据给伊朗，有可能有，可是实际上俄罗斯现在在轨的卫星其实也不多，据说它已经只剩下不到200颗，所以它的相关的定位能力其实也是有限。其实我们大家看俄乌战争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自己的定位不是非常精准，所以也有人在怀疑，说不定提供数据的根本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大陆。那大家都不晓得，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在轨的卫星有800多颗，所以它的定位能力其实是远超过俄罗斯的。那到底是谁，当然不知道。那美国显然也不想去碰触这个话题，所以说不管谁提供资料都无所谓，没关系，不会对战局有影响。显然他也不想直接为这种事情杠上中俄。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是伊朗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局面，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川普反反复复，一下4天，一下4个礼拜，然后现在有美媒说可能会打到9月，那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那如果伊朗就是不投降，就是3不5时就给你丢几颗飞弹，那美国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库德族现在美国当然是希望库德族能够出动地面攻击，可是库德族好像因为之前曾经被美国背叛过2次，所以他们现在也并没有很积极的想要出兵。那美国自己投入地面部队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就完全违背了川普自己当初对美国人民的承诺。他说美国绝对不会介入这种长期性的战争，因为你只要投入地面部队，这就是一场长期性的战争了。那其实现在川普恐怕发现他跟普丁当时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他的战略估计错误。普丁当初以为他只要兵临基辅城下，基辅大概就会投降了，然后乌克兰就任他宰割。结果显然乌克兰的抵抗出乎普丁的意料之外，到最后他只好被迫逐次投入兵力，结果就打成现在超过4年的俄乌战争。那现在川普也是一样，他一开始本来以为我只要把哈梅尼干掉，然后轰炸一下，你伊朗就马上吓到了，就会跟我投降，然后就重新跟我谈判。结果现在他搞得伊朗没有人敢跟他谈判，然后抵抗意志还是很坚强。显然他低估了神权统治对伊朗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如果不投入地面部队，你单纯用轰炸的，恐怕是难以让伊朗屈服。可是如果你投入地面部队，那又是兵连祸结。那时间一久，川普的期中选举还要不要选？所以这些都是大问题。那更重要的就是现代战争不啰嗦，就是烧钱，所有的武器都非常非常贵。那美国这些高精密度的武器都极度昂贵，而且生产速度缓慢。川普现在告诉你说，这些军火商愿意增加4倍，这一听就知道都唬烂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那么快嘛。生产这种东西它不可能这么快嘛。而且更重要的就是生产线你从现在建构起来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没有个半年1年，你生产线怎么建构起来？那等到你建构起来的时候，这样还没打完，那你就知道情况有多惨。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自己就是进退两难的一个地步。那他要怎么样去做抉择，才能够让自己全身而退？这就考验他的智慧。来，王老师。其实我们刚刚这一段呢，其实讲了3个重点，3个面向。第一个是不重要，第二个是无限制，第3个是无条件。其实分别谈的是国际关系的讯号，还有战争的成本以及战争的结局哦。所以其实刚刚韩明哥也讲到了，包括了这个很多就是说成本的问题。其实我们说不重要，首先从不重要开始讲，就是美国跟俄罗斯。斌哥刚刚也讲的没有错，俄罗斯释出很多讯号，但是他真的会帮忙吗？其实重点他不在帮忙，他的重点在告诉川普说我会给你一些压力。可是普丁也没有真的要给这个对川普撕破脸，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中东有压力，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部分的谈判，美国就会更加的松手，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澳元给乌克兰。所以普丁其实在这个时候释出的讯号是要施压。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当然很多人讲说中国跟俄罗斯事实上都在后面可能默默的在帮助伊朗，但是
是我们说这种帮助都不是打算要跟美国撕破脸，而是释出讯号。美国川普总统所说的，白宫所说的不重要，也呈现的不想跟中国跟俄罗斯撕破脸，否则的话他可以追究的。再来我们看成本的问题，川普美国讲的是什么飞弹无限制弹药，当然彬哥也说了不可能嘛，绝对不可能是无限制的。事实上讲成本这件事情，伊朗当然是希望可以把美国拖着，而且打消耗战。而且伊朗大家看到的，伊朗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无人机，就某种程度是一种这个不对称作战的概念，用非常便宜的无人机去骚扰、去打击海湾国家，让美国疲于奔命。美国一发飞弹300万、1000万这样烧，可是无人机一台2万、5万这样打。事实上，这个不对称作战就是为了要消耗美国的成本。对于美国来说，时间拉得越长，它的这个成本就越高。坦白说，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打击委内瑞拉有它的强度。刚刚将军也说了，军事上面美国的强度没问题，但是耐力够吗？尤其是我们打仗打后勤、打补给线，委内瑞拉在美国的后院很近。但是伊朗呢，在美国很遥远的地方，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已经开到了中东。事实上，它的补给线拉得非常的长。对于美国来说，真的时间越长，成本越高。川普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最后讲无条件，其实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话术一直在改变。一开始可能是政权转移，现在讲说无条件投降。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在话术上面说，我们美国已经成功的打击掉伊朗的重要的军事设施。所以当他的话术在改变，而且刚刚我们也讲到了，他现在在找护德族出来要打地面作战，他就是为了要转移所谓的战争的终局，现在正在找退场的机制，创造出一个可能的结局。这个可能的结局必须让川普看起来是赢家，必须让川普看起来呢打这场仗是有道理的。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了。所谓的不重要，所谓的无限制，以及所谓的无条件，其实就刚好看到了3个面向。我们只能说，美国继续打这场战，时间拉得越长，对川普越不利。所以对川普而言呢，现在要赶快的找退场机制。你不要看表面美国好像很强悍，但是其实心里现在应该是非常着急的。对，这说辞不断转变哦。我们等一下节目回来之后呢，帮大家整理出来，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刚其实上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川普一直在改变他的说法那当然就被说这是在打脸自己吗？因为呢，你看之前呢，这个川普还说这个可能在伊朗呢就有传出啦，可能部署美国的地面部队说川普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呢，最新是川普又怎么说呢？他说目前我们没有考虑要对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因为这个是浪费时间。那可是之前的传出呢说法是川普有讨论到这样的想法，而且同时呢还概括的描述了对战后的愿景包含你看伊朗有铀的资源美国和伊朗新政权也能够在石油方面合作，就像是跟委内瑞拉那样那川普你一下说浪费时间，一下又在说呢这个没有要这么做，那到底是怎么样呢？好，那以色列呢现在也说他们有派了50架的战机摧毁了哈米尼的这个军事地堡好，现在就有一个最新的轰炸影片了。这个时间点呢是在6号看到这个黑烟不断的冒出来那这就是呢刚刚这个以色列他们呢发布的一段影片说派了50架的战机摧毁了这个地点是哈米尼的地堡，那地点就位在德黑兰，就是首都说这个是原本军事政权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指挥所，但是呢现在已经被以色列的战机来攻击了，所以呢也显见说呢，这是不是要强调伊朗对于这个军事行动是没有办法有抵挡的能力吗？不过伊朗对于呢这个斩首似乎也是早有准备啦，因为呢说有备案美国和以色列尽管确实有摧毁了一些关键的军事指挥设施等等的，那也重创领导高层，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直接威胁到德黑兰政权的权力掌控度
度而且你看在伊朗呢，国内也还没有人民起义的迹象，所以当然这就是我们一直讨论到嘛，川普的退场机制到底是什么呢？那伊朗后续的报复行动呢，更恐怕是川普还没有办法完全掌控的，因为包含伊朗呢动用了超重型的飞弹呢，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啊等等的，就说呢是要为被袭击的罹难学生复仇，而且呢也大规模发射了新一代的飞弹，攻击了美国航母和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啊。那联合国秘书长就说，确实你现在看起来中东地区的局势啊，可能在失控边缘了。那伊朗呢也是说，我就要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我们正在研发新型的武器哦。好，你看到这最新呢，就说伊朗做好所有长期战争准备。那目前呢，虽然还没有大规模使用这个新型武器，但是呢，已经掌握了敌军的战线啊、装备和弹药这些，所以也可以让这边的美军基地哦会失去防御能力哦，这是伊朗方面他们说的。那伊朗呢也说击中了部署在约旦的美军萨德反导系统哦，这是呢在原本部署在约旦的这个系统啊，说被伊朗的飞弹给击中摧毁了。而 CNN 呢也公布了非常多的卫星照片啊，这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它显示说被袭击的雷达系统啊，分别部署在沙国、约旦以及卡达还有阿联酋这些地点。那这4个呢被袭击的地点呢，部署的这些萨德飞弹防御系统哦，其实呢是美军防空系统的一个重要核心哦，因为它能够侦测来袭的飞弹以及无人机，而且同时呢还能够启动拦截系统哦，把这个来攻击的击落。不过现在呢，看起来是有损毁的状况了。那伊朗呢也宣称说，他们6号啊在向林肯号发射了反舰导弹。美国中央司令部是否认的，他们说呢，在遭遇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之后呢，已经离开战场了，就说其实你根本没有打到什么。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第3支航母打击群呢，也传出说现在已经正准备就要部署到中东地区了，但是这个是准备嘛，就是很快，希望加快速度。那完成了这个5号就已经完成了演习哦。那据了解呢，所有的航母打击群啊，就是在能够执行任务之前呢，都是要完成这一项演习的。那现在传出说呢，已经是准备好了，做好了所有的部署准备了哈。好，厉将军怎么看呢？说这个川普啊，就是大家说他一直打脸自己耶，到底有没有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啊？其实我们经常讲战略、战术、战斗整整动作。其实是战略，你的定出来之后，那你要去指导你的战术动作，战术动作要指导你的战斗最后才运用你的战具去达到这些目的。但是你反过来讲的话，你是什么样的战斗动作，你就可以推敲出他的战术作为是什么，然后你的战术作为，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战略目的是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反过来看这个伊朗这次的打法，他现在来讲的话，他的导弹在战斗动作来讲的话，它的导弹按照美国这个按照中央司令部的说法，它的导弹数量已经锐减少了差不多80%。原来比如说每天打这个300枚的，那现在大概每天打不到50枚，锐减。无人机攻击数量也锐减，可是这是量的锐减，可是值的方面，它相对的却提升了它值方面，我们现在看到就像是我们这个看板上面讲的霍拉姆沙赫尔这款是属于重型的导弹，它弹头重，有将近这个1公吨那么重。另外，它所谓号称的法塔赫按照伊朗自己的吹牛了但是我也不认为它是超高音速，他说超高音速，可见的速度是很快的。它的值方面来讲提升了，也就是说，它初期用一些这种老旧型的导弹，将你美军的这种拦截导弹消耗掉之后，它现在再开始将你的精锐的导弹出来。第二个，它的量下降代表什么呢？它保存它的实力，当然有可能它的很多导弹发射基地已经被这个美国或以色列摧毁了。可是它就现有的库存量有限的导弹，它均竭使用，那准备给你打一场所谓的消耗战，这是它的这种从战斗动作，我们来推敲它的战略目标。可能他就是准备要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就像翁老师刚刚讲的，美军来讲的话，打仗虽然很猛，可是他们没有耐心，你知道吗？他的短板在他不以现长，我就用消耗战来消耗掉你的长程的后勤的运补作业。第二个，我们看真是很重要的是萨德系统被打掉，
萨德系统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在什么地方的萨德被打掉？在约旦的萨德系统被打掉。大家如果摊开地图来发现哈，你会知道约旦位置在什么？约旦的位置在以色列的这种右边哈，这跟以色列是临接在一起的。那很显然的，美军在约旦部署的萨德系统是为了要防卫以色列，帮以色列来协助防卫。所以我认为，这个伊朗他打哈，整个作战程序它非常有步骤。它第一个，我们前2天听到他打的什么？第一个是铺路转雷达，先将你打掉，让你没办法掌握到我发射导弹的轨迹，让你没办法拦截哈，计算出轨迹来拦截。第二个，他打的是什么？是他的80第5舰队的指挥中心，将你的指挥体系打掉。那第三个哈，他现在开始打萨德，萨德又打约旦地区的萨德哈。那第4个，我认为他的主要目标，作战的目标还是以色列。当然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以伊朗现在如果说他多重目标，好几个目标。不管是这个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啊，或者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啊，或者是以色列，其实我们简单去研判就知道，对伊朗来讲的话，它能够获利最大的打击目标就是以色列嘛。当你以色列打到某一种程度，譬如说他真的将他的净水厂打掉以后，那以色列没有水源以后，对民生造成很大的困难。那或者是打到他的核设施后，造成你的核污染，那你这场战争来讲的话，美国跟以色列就可能不能说是屈服了，但是可能会收手。所以我觉得之后来讲的话，伊朗他可能将他的新型的导弹战略导弹来攻击以色列，但是现在关键就是说伊朗自己本身在经过这一轮的攻击里面，其实它受损也很严重。它到底还剩下多少枚还有多少的这种弹药，我们不敢讲可是不要低估了这时候的状况。虽然说它很多，包括它的很多重要设施都遭到以色列的重炮的轰击，可是它到底还有残存多少？我觉得这是美军自己要研判出来。不然的话，它后续的损伤可能会严重。对，现在比气场但是这个报复行动是不是其实也有点超出美国的这个预算里面了？来，斌哥，川普现在当然他就陷入思考，到底要不要派地面部队？派地面部队，这个麻烦会很大，死伤一定会变多。对，那他承受得了。可是不派地面部队的话，你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前2天本来有个消息说这些遭受到伊朗攻击的这些阿拉伯国家群情激愤啊，说他们准备要组联军去打伊朗啊，真的有这回事吗？如果真的有这回事的话，川普大可以叫他们出动地面部队啊。那可是怎么后来都没消息了呢？所以我觉得恐怕这些阿拉伯国家已经学了欧盟那一招，大家都出张嘴，就假装说要打，然后到最后还是看美国会不会出手。那可是问题现在就是这样子。看起来伊朗绝对是被炸得很惨，他损失一定非常惨重，所以但是问题他现在整个封锁消息，然后也不去在乎他自己的伤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现在在转守为攻。什么转守为攻呢？就是他其实在进攻以色列美军的相关的基地，那他自己也一直被打，可是被打他无所谓，我就让你打，反正我也防不了嘛，我就随便放开来让你打，然后他在跟你赌什么？赌你美国跟以色列承受不起损失。因为他的损失是已经够惨重，他也没有办法，他现在就是在跟你赌这个东西。那他到底有多少导弹呢？不知道，可能数量也不多，他的攻势很明显的下降。但是问题是，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变成美国跟以色列在某种形式上变成防守方，因为你怕你自己的设施会被攻击，你怕你的人员会有伤亡，所以你必须一直不断的维持高强度的警戒。那在这种时候，他可能一天会打10发，也可能一天只打2发，或者1发都不打，你都不知道。那就变成时间越拖越长的话，对美国会越来越不利，因为你的人员士气的耗损，然后你每天为了要去提心吊胆去防止伊朗对你的攻击，你必须要花多少的时间精力？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这个消耗战是这个压力非常大。所以现在会传出来说，这个布希号可能也要过去，为什么？其实我觉得它有2种意义，第一个加强对伊朗的威慑，那另外一个补充弹药，因为美国真的恐怕也快要没有弹药，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是不是靠这个就能够压住伊朗呢？我个人是非常存疑的，因为老实讲，它跟一般的世俗政权是不太一样，它是神权统治政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又把哈梅尼干掉了，让他变成一个殉道者，所以反而恐怕更激起他们这些人的疯狂的跟你拼命。最近有几个现象非常值得观察，
你看，以色列 F-35宣称它击落了伊朗的雅克130，然后这个其他有伊朗的这个24那个苏凯24战机去攻击了这个科威特这边，那也被击落了。那是代表什么？他们明知道去是送死啊，可是他还去，这代表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一种殉国狂热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这个对手是非常难缠的。对，因为掺杂很多宗教的因素。我来，王老师。确实，伊朗的政权的结构跟一般认知的不太一样哦。首先，我们先看一看美国总统川普说不会派地面部队，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派，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非常可能造成大规模的部队的损伤。我们说，如果地面部队进驻的话，你肯定是要从边界进去。首先，我们要说，伊朗的范围是非常大的。乌克兰如果俄罗斯都那么难打的话，伊朗是2.7倍的乌克兰。用台湾朋友比较理解的方式来说的话，伊朗有46到47倍的台湾大。你就可以想象伊朗有多大。以美国的疆界来说，伊朗等于阿拉斯加。所以这种范围你要用地面部队来打击。我们说从边界进来，最近的是北边的亚塞拜然。亚塞拜然最近确实是被伊朗打击到了，也打算要报复。我们就假设美国的军队可以从亚塞拜然的领土进到伊朗，要打进德黑兰250公里，250公里这个路程，你要如何能够避免伊朗的攻击？所以基本上地面部队不是川普总统当然会讲说浪费时间，但是其实伤亡会是非常的大，所以军事成本来说完全不合算，而且美国的历来的战争只要美军伤亡人数上升，事实上民意就会大幅的反弹，美国社会就会出现反战，更何况其中选举。我们再说伊朗的政权，为什么一直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说伊朗的人民站起来，为什么站不起来呢？其实追根究底，1953年美国 CIA 跟英国联手创造出伊朗的政变，当时就已经埋下了伊朗人民基本上是反美的一个祸根。所以基本上，你如果看伊朗的民调呢，低于30%的伊朗民众是认为美国是友善的国家。如果以民调来说，换句话说，我们在台湾，大家会说美国西方国家民主很好，是非站在善恶的一边，站在善的一方。但是在伊朗人民的眼中，美国并不是像我们台湾所想象的这么的友善，甚至在台湾可能大家都开始有怀疑了。所以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呢，你要推翻伊朗的政权，神学政权本来就难推翻，反美的情绪在伊朗的社会是普遍的。我们真的不能只看电视新闻上面讲说伊朗好像有反对神学政权，就直接连结到他们会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反对神学政权的压制，不见得他们会站在美国这一边。更何况伊朗的结构。伊朗的政治结构，神学政权是负责政府，可是，在军事上面有一个叫做伊朗革命卫队来负责。伊朗革命卫队事实上某种程度跟神学政权是分开的，是合作，但是不是完全听命的。这也是为什么打到现在为止呢？虽然把科梅尼打掉了，虽然把伊朗的神学宗教领袖打得好像一次团灭，问题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它的组织建制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独立的。当伊朗的革命卫队仍然有自己的控制权，在军事上面有自己的决策权的时候，你要能够打掉伊朗就非常困难。整体来说，伊朗的幅员这么辽阔，再加上革命卫队不见得跟政府的所谓的神学政权完全连结，然后伊朗的社会又没有那么的亲美。总体来说呢，川普政府呢，现在真的就像我们说的，他需要创造一个下台阶，然后赶快的停止战争。好，更多国际内容马上回来。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我们先来介绍这节的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敏帅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岳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严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这节先来关心的就是伊朗的反击行动。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启动了所谓的真实承诺4，是第24轮的军事行动。那这个时间呢，是在当地的时间7号的凌晨呢。那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它宣布要启动真实承诺4的第24轮的军事行动。它主要还是以这个导弹对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发射了3枚导弹，而且
都发射命中了这个预定的目标，而这也是呢伊朗这个7个小时之内向以色列发射的第5轮的弹道飞弹，整个反击行动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而目前按照这个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一个宣布，他已经部署在阿联酋、还有约旦、还有卡达的美军，他主要是针对雷达来进行攻击，包括要攻击所谓的沙漠之眼的超视距雷达，对于这些雷达进行全面的一些反击。另一方面呢，在波斯湾航行的有一艘美国的邮轮呢，也遭到了飞弹的击中，这艘船呢全面陷入了火海，整个战况是非常非常的激烈，整个波斯湾是战云密布。而另一方面，我们从这个伊朗的这些行动，除了打雷达，另外对于美军的基地也进行相关的一些攻击哦。这反映出什么样子一个现象？主要就是美军基地也并非固若金汤，航母也不是所向披敌。因此呢，这场战争打下来，大家就做了一个标题哦，是说美军呢被伊朗打下神坛，有这样的一个整个战局的最新发展。而到目前为止，整个战事呢，按照伊朗的驻俄罗斯的大使是说，他们绝对不会投降哦。为什么不会投降？按照他们的一个说法是说，一个只有250年历史的国家，指的就是美国。这个历史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短的，就历史的长度而言，要对一个有3000年历史的国家来发号施令呢，要伊朗来屈服他们是绝对不能接受。可以看到伊朗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强硬，这场仗还要持续的打下去。那川普怎么说？川普说他要打到伊朗无法再战为止哈，那目的就是要让他无条件的投降。无条件投降是怎么定义的？按照川普他有一个自己定义的一个方式，是说就算这个军事的相关的设施全部打垮了，让他们没有反击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无条件投降。可以看到川普针对这件事情有自己的一个态度。而另一方面，最新媒体的报道是说，地面部队美军到底要不要派出来？川普好像蛮有兴趣的，不过不是大规模的来入侵伊朗，他是要派一个比较小规模的一个美军部队来执行特殊或是特别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任务。怎么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82空降师号称是王牌空降师，他突然无预警的来取消了相关的一个重大的演习，然后留在部队里面来进行待命，就让大家产生了一些联想。而另一方面呢，美军持续派了第3艘航母，目前这个消息还是传言，要做后续的一些观察，要支援中东哦。这艘航母就是布希号，它已经穿越了大西洋，要前往这个地中海的东部。如果算了这个布希号在现场至少就有3艘的航母，整个战局是持续的扩大当中。而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是不是要寻求宗教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支援，除了军事的力量？这个画面还蛮特别的，主要是因为川普他在5号的这个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上面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宗教团体的领袖一起来跟他举行这个祷告会。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把手都放在了这个川普的身上。那影片是显示呢，在这些牧师的围绕之下呢，主要还是要为美国这对伊朗战争取胜而祈祷。也为这个川普的领导来祈祷。你可以看到这场战事呢，川普也寻求了宗教方面的一些对他的一些支持跟鼓励。那这个是比较这个宗教界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慰藉。实质上面呢，川普呢则是有跟这些军火商来进行相关的一些会议。他在6号的时候邀请了7大军火商来进行闭门的会谈。会谈有打出一个结论，就是要把相关的一些精密级的武器产量要提升至少4倍。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武器的产量是不是有点不够，所以要求这些7大军火商必须要加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生产。而另一方面，这个弹药的吃紧，除了要求军火商来增产之外呢，现在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韩国。因为按照韩国外长证实，目前呢美军也已经跟韩国来商讨要调动驻韩武器，是不是要派遣这个运输机到中东。相关的武器是什么？就是爱国者飞弹。目前这些系统呢是已经调派到了这个乌山基地，就是韩国的乌山基地旁边，还有停靠大型运输机，像是 C1拐或者 C5这比较大型的运输机，是要把这些爱国者飞弹移到中东来支应相关的一些武器的一些装备。而到目前呢，整个战争打了7天，花了多少钱？从这些媒体的报道，打击伊朗100小时就花了37亿的美元，钱花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引发了一些质疑，这是不是一场这个川普发动了一个鲁莽的一个战争？我们请帅将军。首先我讲，
川普先要搞一个所谓战胜战败的定义啊，就是给自己铺下了下台阶的一个方式了。因为很早以前我就讲，你打伊朗是一个没有结果的战争，你不可能很漂亮的结束了。在战前，大家都公认美国是世界第一超强的军事武力，不错。在初期这几个行动，在战术上、战斗上、战绩上都表现得非常杰出，但是在战略上，它的缺点跟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首先，你看，连宗教的这个福音派的这些人都要跑去给他加持灌顶了。我们的感觉是，难道要回应伊朗的 Holy War 回教跟你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击毁大战的这个？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个，他是因为这个教派是叫福音派，福音派是川普最忠实的支持者。是川普现在面临在国内的问题一大堆，这个关税的问题的后遗症 ，ICE 这个驱逐移民的这个后遗症，跟他自己的这个很多行为啊，像这个没有办法，还有这个性丑闻的事情。所以福音派的这个加持呢，是要把他的最支持他的这一派的团结的力量要展示出来。所以大家要看问题啊，要看到他真正的哪里是祈祷上帝跟阿拉两个去对决的，不是这个意思。第二个，伊朗，在我们前2天的估计啊，一下子把何梅尼跟40-50个高级军头跟重要测试被炸掉了。照理讲，剩下的伊朗应该是一团无头苍蝇的作战，但是最近看他的这几波的攻击选择的目标啊，已经有隐含的很重要的战略意涵，那就代表说已经恢复了高层对他的掌握了。因为我们是野战部队的这个指挥官的话，当通信联络没有的时候，我就把我手上武器按照既定计划就随便乱打一通。现在的看法呢，就慢慢是有战略意涵的攻击了。第一个，他对以色列当然不放弃，而且拿出比较好的飞弹，造成你重大的伤亡。第二个，你看为什么先打这个铺路爪飞弹，再打萨德飞弹？这个有战略意涵的，因为铺路爪是看3000到5000公里的这个雷达侦收范围，那铺路爪只有侦测到，但是没有锁定的功能。但是它的主要任务就把预警时间拉长。就是说你的伊朗的飞弹一起飞，飞机一起飞，它就掌握了来了。那下面就交给萨德，萨德就有精准锁定的功能。萨德是在250公里以外，就是说大气层边缘的时候就要锁定你来打。那么萨德一次就要用2发，而且是2个有时间差的设计。就当你在大气层转返到目标上空的时候，第一发萨德利用自己的爆炸的碎片来摧毁伊朗的弹头。当它没有摧毁成功的时候，第2发刚好不到半秒钟时间，就是你闪避的行为，它又第2次再打。如果这2次都不能够打中的话，下面就要2发爱国者。所以我们把他们4发飞弹的造价算一算，是3400万美金。就是说，你拦人家一次，你可能要付出3000多万美金，这是一个消耗战。因为什么先打铺路爪，再打萨德，这就看出来，这个战略上他有思考，就是说，让你的防空体系啊产生一个破洞，而这个破洞就造成美国的大量消耗，这个消耗就是战略目标，就是说你到底有多少钱花在这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遗症出来了，证明这个说法对的。为什么？美国在北约早就已经调干了啦，在俄乌战场上、以色列战场上的已经调过，现在已经调到韩国了，再下去调的话就调到台湾了，就代表你真正是你的飞弹是不够，库存量不够。第二个证明就是他把所有军火商招来开会，要4倍的生产力，这就坐实了美国的弹药库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战争打下去，你能像川普讲的吗？是决定性的胜利吗？还有一个，为什么要叫空降101师开始进入动员呢？是因为真正造成美国没有办法解决的是霍姆兹海峡这个封锁，
这个封锁，而且他加上打沙烏地、打阿联酋的油田跟炼油厂，他就让全世界的油既不能生产，也不能运输出去。你们都不在乎我嘛，我也造成你们全世界的困扰。你看要不要看伊朗的问题？所以你说美国陆军不敢开到伊朗本土，但是他对胡塞组织跟陆战队加空降部队可能会产生一点，因为用军舰去护航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只有肃清胡塞组织的这个游击队，把他逼在火箭弹跟火炮射程以外，也许霍姆兹海峡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我们看这些军事行动都是隐含这个空降部队虽然可以空降任何一个地方，但是空降部队没有后面的资源，马上就被消灭。他只有跟陆战队的汇合，他可能会生存。我是空降部队出来的，我知道他一定要跟里应外合的部队能够 match， 他才能够全身而退。所以大概就是目前这个态势就是这样。是我们请苑老师。香港林一讲说，美军也不是所向披靡的，本来就这个道理啊。我针对这里面消息讲的2点，跟我们哲学专业相关的来谈一下。请大家知道什么叫做有3000年历史的波斯民族，面对只有250年历史的美国。我告诉大家，历史的记忆在涉及到亡国灭种的时候，它特别有效。我昨天就在仔细一想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在抗战期间的时候，有很多的日本人说3月亡华以后，反而变成一种鼓励的力量啊，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我跟你讲，我们中华民族身上就流着这个血液，这个血液就是历史的血液，就告诉人家讲说，你想要我们投降，绝对不可能。你看到没有？现在就已经是整个伊朗就讲了一模一样的话，对不对？绝不投降这句话的话呢，对于你可以看到说那个什么委内瑞拉那个马杜罗被绑架的时候，有一个将军，那个张元廷将军跟我讲说，那个卫士的话呢，应该肉身扑向子弹，像我们帅将军就是为这种突击队出身的。在整个拉丁美洲就没有这玩意儿啊，对不对？他们历史上很浅啊。说句良心话，这个历史当中是有意义的。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特别的情况啊？上一次的话呢，去年6月的12日战争打得特别不准，好像以色列的那个铁穹啊，这个川普高兴得不得了，还搞什么金穹啊，现在突然都准的。为什么特别准呢？因为很多人发觉，要提供你一些详细的资料。你这个有历史的民族不能够断送在这个250年这个根本就没有历史的民族手里啊！那川普吹牛那是这样回事。我另外要补一件事情，讲到宗教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啊，那个川普这个人呢，大家想要了解，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人是做战地记者，要看到详细的情况下的话，唯一的正确的消息，就川普讲任何话，你都否定就对了啊。那个否定的话呢，你就会比较真实一点啊。那我现在要强调就是说第2点，我觉得川普这边搞了一些，我不好意思说神棍啊，但是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看个漫画书，那么玉皇大帝大战耶和华啊，就现在变成那个阿拉大战耶和华，就搞了这一套来讲啊。那我个人会觉得说，我非常惊讶，因为川普本身来讲，他不是号称完全没有道德感，他个人的道德嘛。那我觉得说，有神的社会不是代表神，就是代表一种公理正义嘛。那这公理正义讲的话，你首先用偷袭的方式啊，然后打伊朗，然后你那个杀人的话呢，海格塞斯得意的要死，把人家去参加一个阅兵的船舰，100多人，180多人杀的不剩。然后以色列一来的话，就把人家那个小女孩的学校。那个不得了那个炸死165个小女孩，那个尸体一个个摆出来，因为回到国家有3天内就要埋下去，那个挖了多少个洞？你任何人看了这种情况下以后，你会觉得说，如果有神的话，那神应该站在哪里呢？对不对？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啊！你看川普装那个样子，好像一副很虔诚的样子啊，得意的时候就不会讲这一套啊，非常讨厌他这个嘴脸。是，好，我们请严老师。我想我很同意刚才苑老师讲的，就是你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你认为在战场上胜负马上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对不起啊，美国在这一方面可能还没有欧洲国家比较了解啊。伊朗，那伊朗的情形就是跟刚才苑老师也讲，你在2次大战或者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时候，伊朗就是一个幅员很大，他到时候。你日本3个月亡中国，结果中国用什么空间换取时间的？同样的，伊朗今天它可以让你美国上打很多，它地幅员够大，这个人口也很多，也散的蛮多的，并不是特别集中。当然，
德黑兰是人口最多的，但它也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所以你不可能把它的这个势力完全消灭。那这样子又回到我们刚才前面主持人一开头提的，那你川普到底什么是你的胜利的方程式那我在这个节目之前也提过，最好的胜利方程式就是你已经把这个哈米尼击中了嘛，把他枪击毙了，那这就应该达到目的，因为他可能认为说，哎呀，后续这么多人走了，可能就是群龙无主，然后会有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出现。他们可能有些人还在梦想说，那个当年这个巴勒维国王的儿子流亡在美国，他根本吃喝玩乐，吃喝得很好，他也没有跟群众站在一起，不太可能会去领导的所以就是确实是群龙无首。但是在这种同样的情况之下，美国人下去也很糟糕。我就举一个例子。索马利亚当年这个无政府状态，美国人要去帮忙去就保护他们红十国际的捐款援助进去，是，结果黑鹰进去才发现说哇被打掉了。我们看了个电影《黑鹰计划》，然后美国人才发现这个时候这杯不是我该喝的茶 ，This is not my cup of tea 所以后来他就不太敢再进入这种状况。是，可是美国人的记忆很短，会忘记事情。所以现在又开始来搞这个，那我觉得，但是大部分的美国人会相信说，这个伊朗并不是像过去你连一个伊拉克跟阿富汗都把你搞得那么惨，让你陷入泥沼当中，我怎么可能会去支持你？希望这个在这里打一个好像看不到你的这个终局的一个战争特别是花费这么大，那川普还想说要创造好的经济，我觉得非常难。好，我们还是持续关心整个在中东战局的一些最新的发展。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统计图主要是针对这个以色列跟美军呢，在战争最初的36个小时，他们总共发射了多少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军火？目前统计从数字上可以看到这些柱形图包括美国进攻跟以色列进攻，这些数字是节节的往上攀升。这主要是针对前36小时，他们总共花费了至少3000发的相关的各式各样的军火，可以说耗损非常非常的多。那外界就会关注，特别是所谓的比较这个精确制的导弹这些相关的一些武器还剩下多少？目前整个评估下来，关键的弹药将可能在短短1周之内呢会全部耗尽，所以剩下不多。那有几个观察指标，一个像是美国有2个先进雷达，目前现在被这个伊朗那边击毁，包括雷神公司，它必须要花费5到8年的时间才可以把这个雷达所进行相关的一些恢复。另外就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至少要花1到2年的时候才可以把它这个型号的雷达能够恢复。不过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因为这2个雷达系统它需要非常多的这个77.3公斤的架，那这个主要是从何而来？最主要掌握的还是在中国那边，目前它总共控制了全球98%的这样子的一个供应所以还是要看大陆跟中国方面他们那个脸色。另一方面，我们就看到了所谓的川习会，大家比较关注的，很可能会在3月底到4月初来进行。有一个两方很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大陆会不会买波音飞机因为现在最新传出来的讯息是说，波音公司要接获了将近500架737 MAX 的这个大单，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那很可能会在川普访大陆的时候会来进行公布。除了737，另外还包括了787还有777就是波音的这些大单都会不会在川习会上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成果持续关注。不过呢，波音公司是拒绝有相关的一些评论，是说到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都会知道相关最后的一个成绩。另一方面，我们再回到了这个荷姆兹海峡因为现在在进行相关的一些封锁。那按照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是说，因为整个通过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现在至少有10个外国的船只，他把他的这个船只的这个编号呢改成了是中国船，他希望能够逃避伊朗的攻击。那这个目的的信号，他把它改成像是中国的船主或是全员都是中国的船员，
或是船上有中国的这个船员哦，借由中国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些因素来保障自己通过荷姆兹海峡的一些安全。那也可以看到，目前因为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整个油价是不是有出现了一个攀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哦，这个目前国际油价现在是不是会涨破$90？哦，这个因为逐渐攀升，而且不知道会攀到什么样的程度。包括了贝森特，美国的财长也说，他暗示要解除更多对于俄国石油的制裁，因为油可能不够，是不是需要俄罗斯方面石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供应？既然通过荷姆兹海峡这么的危险，川普也拿出了办法，他是说要用$200亿来推这个再保险计划，包括必要时候要提供护航的军舰来护航，另外就是这个$200亿的护航计划，他认为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合理。可以看到，在荷姆兹海峡也成为一个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把镜头转到日本，日本在这一次高市早苗针对整个中东伊朗的一些政局也表达了一些他的立场，当然他不会骂美国，他质疑的就是要这个伊朗那边能够克制哦。那高市早苗是说要呼吁伊朗必须要克制自己的行为，这样的说法，日本民众相当的觉得很疑惑，怎么会这样子说？我们来听听日本民众的最新回应。海地総理、昨日なんですけど、イランに自制を求めたという発言。イランにそうです。不思議でしょ。アメリカじゃないの？アメリカの国民もね、なんでトランプのねやりたいようにさせておくからね、一番怖い。私は腹が立ってる。気のない人がどんどん殺されるから。自分の国じゃないでしょ。で自分の国は何も影響を受けなくて、いくらアメリカファーストって言ってもね、ちょっと許せない。好，另一方面，日本还有关注的是不是会因为荷姆兹海峡必须要求所谓的日本自卫队来陷入护航的一个任务，这个会让日本非常非常的这个陷入困境。而因为这个荷姆兹海峡的一些封锁，也造成了日本公司的一些经营上的一些困难，所以整个情势都是在围绕在中东方面来进行发展。请帅将军。荷姆兹海峡或护航啊，那是一个讲起来是很难达成的目标。就算你军舰去了，问题是全世界的商船愿不愿意陪同你一起冒险？第二个，伊朗巴不得你来护航，一条军舰都要上几十亿，一个商船顶多3亿2亿。如果你军舰来，刚好荷姆兹海峡是很长一段在伊朗、也门这个边上。用炮兵就可以打你，不用导弹了，火箭弹可以打你，飞弹可以打你，因为这个地方啊是一个90度的大转弯，而且那个水道很窄，只有3公里是可以用船走的，38公里宽海面，只有3到5公里的这个水道，就是船吃水深的时候，就必须要按照水道走，所以你庞然这么大一个目标，速度又这么慢。很好打，那跟我们在夜市打那个鸭子还比较容易，是，因为你体积大嘛，速度慢嘛，对不对？那传统的火炮就可以命中，所以这个问题很难，所以才会刚刚引到我讲的，你用飞弹解决不了问题，用空军也解决不了这问题，你必须要派出地面部队去把胡塞的组织推到后面100-200公里以外，但是推到100-200公里。伊朗有8万架无人机，前面就算用掉1万架吧，后面还有，所以这个问题护航只是川普讲出来的一个应变的方法。我跟你讲，大部分的商船都不愿意去，虽然你美国提供保险的补贴，但是船要冒充到船货物人货2个伤亡的问题，这个损失就不只是你保险费的问题了。所以中东的油出不来。想去接船的人进不去，这个油价上涨是必然的。是，所以如果说你护航在1个月之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想想这个油价会飙到什么？那最影响的，我们也不要高兴，我们跟日本一样，都是要靠这边的油。日本今天高市早苗在那里发言了，我们政府倒没有讲话，我不知道我们如何来应变。油跟石油、天然气已经占我们所有能源的50%了，而且存量只有11天。11天，对。所以不要老共来弄你了，就光这个就让你
台湾缺电是很严重啊，你还要搞 AI，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吃瓜群众哦，你也是一样受害的哦。对呀，还是 AI 的，那么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很爱啊。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接下来请苑老师。对，这里刚刚看到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闻中，一开始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啊，它其实是极其重要，尤其是对台湾特别重要。我在这边跟大家念一下哈，就是说，中国不会计算出美国还剩下多少精确制导武器，因为假如美国试图用这些武器来保卫台湾免受中国入侵的话呢，关键弹药将在短短的1周内，我跟你讲，这边计算的话，36个小时都全部耗尽了。大家要了解啊，打仗的时候对于弹药的耗尽啊，因为这里头会衍生出3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的时候，这个不是比吹牛的，你没弹药就是没弹药啊，对不对？那在这种，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大家要知道啊，我真的是很不愿意讲这句话了。世界上大家都公认有3大国嘛，美国、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嘛，大陆，对不对？那现在的话呢，美国也打仗了，俄罗斯打了都没停了4年多了，对不对？那大陆的话呢，这个弹药好整以暇，证明所有的消息。然后第3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机会啊，这的确是个机会，其实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啊。那对大陆来讲的话呢，什么样的机会？你现在讲，所以有人问我讲说，那个到了3月31号，川普会不会去大陆啊？我说这一次一定去，为什么？因为啊，大家先不要看了，有很多人讲说，哎呀，你到了大陆来这边，你讲话不算话，你就不用来了。但之前会告诉他，给你好处你要答应。我现在讲2样东西，第一个4919的4航证就是会列入谈判。那另外的话呢，这个飞不飞7919不是重点，重点是买你500架的波音，你要做什么承诺？一来一定会讲，台湾是 a part of China。是啊，我跟你讲，这个台湾本身来讲一点能力都没有。哇，为什么能力呢？就是协商的能力都没有。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牵涉到世界大乱，世界有可能发生大战，还有另外最严重的世界的能源大缺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跟日本、韩国是一样的一个缺乏能源的国家。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日本的高市早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看的，连日本因为刚刚登出来的人呢，如果是日本2个大学教授在讲说高市早苗讲的话都不应该，这2个欧巴桑在日本就是老太婆，2个老太婆都觉得说他很奇怪，你怎么讲这话？我一再强调，任何人你只要是人，你都会觉得说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干的实在是太过分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我们请严老师。我想高市的这番谈话，会让大家觉得，包括伊朗在内，就是你就是美国的同谋complicit。我们常常讲，你没有参与，但是你坐在旁边，你还讲这些话然后认为说这个是对伊朗的一些批判。那我现在必须要讲，台湾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现在发生这个冲突当中，我们政府只讲了一件事情说要援助以色列人道救援。那当然钱不是很多，20万美金，但是基本上如果我们也这么做，而没有去援助伊朗，那我觉得这个也不对。我们不是讲说这种人道什么都是普世价值吗？那为什么我们就偏爱以色列，而没有注意到伊朗所受的损失？